2022年楼市全面放开限购，可是老百姓不买了。即使在这么强有力的刺激下，大家都无动于衷。那么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今后我们买房子一定要认清6个事实。当然，这也是6个建议给大家，因为随着房地产的发展，我们的整个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你稍微不注意，可能买房子就会被套牢。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首先第一点，我们尽量呢不要去买新房，我们不要选呢民营企业的开发商，而是要选择呢央企这样的开发商，因为最起码有一些保障。民营企业的开发商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有可能呢你今天买了房子过几天这个企业呢就倒闭了。我们要知道呢，在当前的房产大环境下，新房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期房制度，所以所有的风险全部在我们老百姓这边。如果有一点的风吹草动，那么受害的就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第二呢，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烂尾。烂尾以后，我们老百姓钱花了却拿不到房子。你可以想象一下，有很多人之前买到了烂尾楼，可能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到房子。房子呢一直处于停工的状态，尤其是在2017年到2018年房价涨了以后，很多3、4线城市的这种开发商接连爆雷。这2年呢尤其严重，很多3、4线城市的这个开发商大量的破产，烂尾楼比比皆是。还有呢质量问题，因为现在呢开发商也缺钱，当初承诺你的装修，可能现在呢存在偷工减料的行为。那么当你住进去以后，你会发现不到2年，房子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甚至和你当初去售楼处看的户型都有所不一样。那么在整体的大环境下呢，我们在买新房的时候还是要尽量谨慎一些。那我们呢可以退而求其次，去买呢一些配套成熟的二手房。很多人呢在乎这个二手房，说二手房的环境不好，可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国家不拆迁了，变成了老旧小区改造。曾经呢很多破破烂烂的小区，现在呢也是焕然一新。为什么很多二手房年限很老，但现在的价格仍然很高？就说明房子的金融属性经受了市场的考验。第二个方面呢，建议大家呢不要再去考虑学区房了。过去几年呢，这个学区房被炒成了天价，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地的学区房呢，简直是炙手可热。可以说，普通老百姓想让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就要去买呢学区房。但是学区房价格呢10万、20块钱一平，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房价或者说学区房把教育给捆绑了。以前呢，我们的孩子可能会接受各种校外的教育等等，但是呢，教育双减了以后，这种现象呢已经看不见了。如果这种行为再发生下去，那么教育就是一个畸形的发展。同样，学区房再这样发展下去，那么教育和学区基本上都是畸形的发展。这显然呢不利于我们下一代更健康的成长。那么这2年呢，我们看到教育和学区房有2个最大的变化，一是呢教育双减，对吧？第二呢就是学区房开始取消，变成了多校划片。第3个方面呢，就是针对多套房家庭来讲的，就是要把手中多余的房产处理掉。我之前在视频当中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是说未来的城市会2极分化，未来的房价也会2极分化，城市会以城市群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呢，多个城市捆绑在一起。那我们说呢，长三角是吧？环京，还有呢这个粤港澳大湾区，这就是典型的城市群效应。这里的房价呢，随着人口的增加还在不断的上涨，但是你看到很多3、4线城市，是不是房价降得很便宜，也没有人买，人口呢还在大量的流失。而且呢，现在大家并不缺房子，大家对于房子呢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很多破旧的小区或者说一些比较老的二手房都没有人买，人们呢还是热衷于买新房。所以说你手中握了几套房子，那是以前的做法，以前房子真的能升值。过去20年的房地产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现在未必。你要知道，房住不炒呢是长期的主基调，共同富裕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么这其中呢就少不了有房地产税的事儿。那么未来
当房地产税一旦应用在住宅上面，那么拥有多套房的家庭基本上就会被套牢，或者说持房的成本会大大的增加。那么不是说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房子都处理掉，我们一个家庭呢可能不止一套住房，那最起码呢可能有2套住房，都是呢自己所需要的，我们留下自己自住的，认为位置好的，把一些地段不好的老旧的二手房通通处理掉。很多人心疼说现在房价下行，那我卖了岂不是赔了？这里呢有2个误区，你认为现在的房价下降赔了，想等到它涨，可能在未来换来的是地段不好的地方房价还会下降。第二，当初你买房子的时候很便宜，现在无论你卖什么价格你都是赚的。第4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碰呢非住宅类型的房产。非住宅类型的呢，就是商业地产啊，我们说的写字楼、公寓、商铺等等。在过去20年呢，这些商业地产最起码呢有2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就是互联网的冲击。我们现在呢看实体店经营非常困难，并不是说我们的人口在减少，相反我们的人口在增加，只不过呢人们购物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家都喜欢逛街，现在呢大家都喜欢在手机上购物，所以网络的购物代替了实体的购物，实体店呢就很难做，那么相应的这个商铺、写字楼等等啊，就失去了它当初所利用的价值。一铺养3代的说法呢，已经成为了过去式。那第2个呢，就是说商业地产的房地产税一直都存在，可以这么说，我们取一个平均值，商业地产的税费平均就是14%，也就是说100万的公寓你需要交14万的税费，而且每一次都存在。这个呢和住宅的交税还不完全一样，它是每一次交易都有，而住宅内的交易呢是根据年限，有些税费呢是可以减免的，但是商业地产从来就没有减免，这就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持房成本。第5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说到贷款。很多人买房子呢必须用到贷款，因为钱不够。但是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能用公积金的就尽量用公积金，不要呢用商业贷款。很多人说你的讲法不对，现在呢商业贷款的利率已经降到了 4.3%， 有可能以后还会往下降，降到 4.1 或者是 3.8 都有可能。这么便宜，我为什么不用商业贷款？我也没有公积金。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我们现在的商业贷款实行的是浮动利率，也就是说它可以给你降到 3.5%， 也可能给你涨到 6%， 这是银行说了算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左右。但是公积金5年期以上的贷款利率呢就是固定的 3.25%， 而且呢公积金买房子的一个好处就是现在公积金也放开了贷款额度的限制，也就是说呢你差不多用了同样的首付，但是用了公积金买房子能省很多利息，你的家庭抗风险能力会增大。很多人讲我没有公积金怎么办？没有公积金可以想办法去缴纳，这个不用我多说。第6个方面的建议呢，就是改变思维，不要再用呢过去20年的房产思维来考虑房地产。不要认为呢自己拿着钱，自己呢没有投资的能力，还是要接着去买房子，那有可能呢只会让你套牢。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少子化，是老龄化，老人的岁数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未来的方向在哪里？而且现在的老人和过去的老人还是2个概念。以前的老人不会玩互联网，现在的老人是网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可以延伸一下，你到底能做点什么？为什么还要在房产里面打转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